大上海是一座让人琢磨不透的城市，即使在其中生活多年，我们也未必能看清它的全貌。眼前这一切，也许只是上海的一个侧面，因为它真正的那一面，我们还一直不曾涉足过。 站住！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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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哎，抓到了！抓到了！别我！这边！照一张！请配合一下，拍张照片。探长，拍张照片吧。 送到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啊！哟，韩飞哥来了，快坐。今天是打包还是堂食啊？打包吧，小笼包、糖醋小排，还有蒸饺。哦，又是这老三样啊！要不要尝尝糯米鸡呀？不用了，我们头就爱吃这几样东西。瞧你这是怎么搞的？最近都瘦了。对啊，我们一忙起案子来，根本就顾不上吃东西啊。哦，再忙也得吃饭呀。你要是没时间，我给你送到巡捕房去。好的，谢谢你。 对了，记得少放点盐啊！喂，站住！箱子里哪来那么多钱？打开！别动！啊！快把钱放开！别过来！放下！不要乱来，大家冷静一下。这儿没你事儿，我是巡捕房的。我也是巡捕房的。别过来，要不然我用枪崩了他！ 你冷静一点，你尽管走好了，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哎，往后退啊！不能让他走！不，救人要紧，你走吧。走。秀秀，秀秀，秀秀，韩飞，哎呀，你受伤了，来，快让我看看。还说没事，你浑身是血，来，快让我看看。我都说了我没事了。阿南，你快帮忙看看。嗯，他确实没事。啊，
那他身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都是秀秀的血。秀秀，你说的是那个眼睛大大的女孩子？怎么了？人家受了伤，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知道，我也什么都没说啊。韩飞，啊，钟朗，哥，桃儿，秀秀怎么样了？啊？医院说，经过抢救，她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还挺关心人家的嘛。小慧，这没你事，别捣乱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是吧？你们以后有事情别找我。哎。 勃朗宁1900型，口径7.65毫米，还有钢印。这是把警用手枪。他说过他是巡捕房的人，可我怎么不认识他呀？巡捕房的人太多了，连我都不是个个都认识。子弹击中了死者右肋下方，导致肝脏破裂，失血过多而死。哎，奇怪啊。 这处枪弹窗口的形状很不规则，如果是子弹射入的话，应该是呈椭圆形或圆形才对。可是你看这儿，啊，怎么会这样呢？也许他是被跳弹打中的。跳弹？这枪原本不该打中死者，弹头像是在撞击到坚硬表面反弹后才进入他的身体。 你们看，子弹是先打到这里，然后折射过去。没错，弹头正是在反跳时产生了变形，所以才会在死者身上造成这种不规则的窗口。看到没有？还有这里。 疑犯开的这几枪准头都太差了，可见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控制枪支的后坐力。这么说，疑犯是个生手，那这位兄弟死的也太倒霉了。疑犯还有什么特征？我看到他手臂上有麒麟帮的纹身。疑犯是麒麟帮的人，而且他还拎着一大箱子钱，看上去最起码要上百万了。这就怪了，麒麟帮。 不应该把那么多的钱交给一个连枪都不会开的新手。韩飞，马上把疑犯的相貌画出来，我去向麒麟帮确认。另外，尽快把死者的身份确定。好。钟头，我问过了，这个人叫胡志雄，是西部侦缉队的人，在李探长手下当密探。李探长，你说的是李约翰？可不。啊，涛儿。 我看这下李探长肯定要来找麻烦了。切，怎么了？哼，不就是李约翰吗？不就仗着自己在法国喝过几年洋墨水，说话都是一股洋葱味儿。哎，你小子说话注意点啊！怎么了？本来就是嘛。论破案，他连咱们头的1/10都不如。可他倒好，在报纸上瞎吹，说自己是公民的保护神，邪恶的清道夫。 还有什么法律的千公仆？嘿，说话那就一个拽呀！你的记性倒不错。小子，我办案只求精，不求多。哎呦，李探长，来，坐，快坐。李探长，有何贵干？ 我当然是来接管这个案子的。什么？你懂不懂规矩啊？韩飞，哼，李探长，华人的案子一向都是我们刑侦组调查，只有涉及洋人的凶案，才该由你们西部侦缉队负责。哼！哎呀，钟朗，实话告诉你。 杀人凶手是我们侦缉队的一个线人，死者又是我手下的兄弟，所以这案子我责无旁贷。哎，凶手是你们的线人，他怎么反倒把你们的探员给杀了？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然会调查清楚。李探长，
死者和凶手都与你有关联，你应该避嫌才对啊。韩非还是目击证人呢，你是不是也该避避嫌？哎，你什么你？回头我还要录你一口供呢。钟朗，你现在就把这个案子的物证交给我。对不起，办不到。办不到？你今天要是不把案子交出来，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嘿，你凭什么抢我案子？凭什么？就凭我信不过你们这群土包子！谁是土包子？你个假洋鬼子！小子说什么？你敢撒野？你以为我不敢吗？说什么？说什么？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嘛！住手！住手！钟朗，怎么回事啊？啊？洪总探长，好好管管你的人吧。你们华捕还要打我们西捕了。少说风凉话，刚才的经过我们都看到了。皮埃尔总探长，是钟朗在阻挠我办案。别说了，督察长已经下命令了，9楼的枪击案还是由钟朗负责调查。什么？你和侦缉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走私鸦片，华普的案子，李约翰你就不要再插手了，知道吗？知道了。钟朗，皮埃尔总探长是因为信任你才肯把案子让出来，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啊！不错，胡志雄是咱们巡捕房自己的人，大家都关注这个案子，所以督察长限期3天破案。钟朗，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地缉拿凶手。2位总探长，请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会办好的，给大家一个交代。约翰哥怎么办？上面的人都是一群糊涂蛋，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兄弟死得不明不白，非抢在钟朗前面把人抓住不可。你在华普这边多放些耳目，一有情况立刻报告。好。还有，告诉下面，不管钟朗他们来问什么，都不许说。是是。像不像？他的眼睛可以再小一点点。哎，你怎么老变啊？你刚才还说眼睛可以再大一点的吗？哎呀，当时很乱，我哪能记得清楚啊？哼，你不是一向说自己过目不忘吗？哎呀，当时我太紧张了，哎，那个人拿枪指着秀秀啊！指着秀秀你就紧张了是吧？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瞎操心！哎，人命关天啊！人家秀秀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我不画了。啊？为什么不画了？不高兴。哼！为什么不高兴啊？哎，小坏，这丫头怎么了？我哪知道啊？画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哎，钟头，侦缉队那边我问过了啊，你猜怎么着？嘿，一问三不知，哎，连那个线人的名字都不肯讲。哼，这个案子真奇怪，侦缉队的线人把他们的探员杀了，搞什么鬼呢？看来侦缉队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疑犯是麒麟帮的人，会不会跟麒麟帮有什么关系啊？麒麟帮那边我据了解，你和老孔继续去勘察现场，仔仔细细的把每个角落都搜查一遍，接着把所有弹头和弹壳都收集齐，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嗯。哎，老孔，给我个证物袋子。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哎呀，不就在你手边吗？递一下。哎，你年纪轻轻的，多走2步怎么了？啊，还能把你累着啊？哎，好好好，我自己来，行了吧？对了，你找到了几枚弹壳？我，怎么着？啊，监督我呀？没有，我看你磨磨蹭蹭的，怕你查的不干净。好，你看清楚了啊！1、2、3、4、5、6，6个。6个？不对不对，我都找到了6枚弹头，再加上胡志雄身体里的那枚跳弹，应该有7发子弹，这里还少一个。少一个怎么了？少一个你就破不了案了啊？哎，老孔啊，难怪你混了这么多年还只是个巡捕，你知道吗？有了这些弹头和弹壳啊，就能分析出罪犯使用的枪支类型，从中破案。哎，你再好好找找吧。等，你又给我白活是不是？我歇会儿再找。哎，
我刚从麒麟帮了解到，疑犯是一个跑船小弟，叫阿莲，而且我确信9楼枪战和麒麟帮没有关系。哦，为什么？麒麟帮绝不会把那么多钱交给一个只是在外围跑船的小弟。那会是谁？抓到疑犯就知道了。我们到了。哦。不许动！举起手来！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这叫袭警，懂吗？你就不怕我的枪走火？你的枪生锈了，响不了。李约翰，这个案子现在归中了，你怎么还来抢？于小姐，你的脾气怎么这么不好？我是来抓贩鸦片的嫌疑犯，你管得着吗？西部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阿莲我必须带走。你说归你就归你，你有本事我们比一比，谁先抓着算谁的。你们为什么要抓阿莲？阿莲可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你儿子杀人了，你知道吗？什么？我儿子杀人了？这不可能！继续送。是。老妈妈，您先别着急。您得了什么病啊？肺炎，已经半年多了，也不见好，都把阿莲给急坏了。别着急，老妈妈。哎呀，看什么呢？药片。药片有什么好看的？我有职业病，就喜欢看药片。神经病！你李探长，咱们还是各查各的吧，我们就不在这儿搅和了。哎，钟朗，咱们就这么走了？别说了，走。干什么？你干什么？阿莲在那边，看你干的好事，让他跑了。你还说我？要不是你，我就抓住他了。你还反咬一口？干什么？想打架吗？正好，叫了一下。你们别吵了，人都跑了，还吵什么？以后别再干扰我查案子。钟朗，我告诉你，谁都别想跟我争。哼。你在干嘛？老妈妈，老妈妈，我在找药，我想吃药。哦，是这个吗？对，谢谢你啊。哦，没关系，老妈妈，来，我扶您上床。来，老妈妈，来，老妈妈，
您这些药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前2天阿莲刚买回来给我治病的。这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些药片叫华恩比定，是一种德国新药，非常昂贵，穷人家根本买不起。看来阿莲是突然变得有钱了。老妈妈，您知道阿莲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吗？我也不知道啊。前2天呢，阿莲从外地跑船回来之后，他就说有钱给我治病了。你在看什么？电码本，我在阿莲家发现的。这上面有警方专用的电码。我猜阿莲在很多时候是通过电报与侦缉队联络。阿莲一定是为了给母亲治病，所以才给侦缉队当线人的。可是一个线人能挣到多少钱啊？那要看他提供的情报有多重要。哎呀，丁爷，有人来看你。哼，哟呵，钟探长，怎么着？来看我的笑话呀？丁爷，您的胃口不错呀。哎，我这个人越生气就越能吃。快坐。丁爷，要不是看见这铁桩铁闸，我还以为这是在麒麟帮呢。哎，你就别损我了。你说说，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份窝囊气呀？啊，你说说，新来的法国领事，吃饱了撑的，搞什么禁烟大行动？底下这帮兔崽子就把老子抓出来去报功，等着瞧，等老子出去，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谁让你是走私鸦片的老大呀？不抓你抓谁呀？哎呀，妈的，老子这次算栽了。哎，整整1船的大烟呐，都被连锅端了，心疼啊！丁爷，你这个老江湖，怎么会被侦缉队抓了个正着呢？有内鬼，肯定有内鬼，要不然就凭侦缉队那帮饭桶想抓住我，哼，那连门儿也没有啊！啊，你等着瞧，等我出去，你看老子非把这个内鬼揪出来大卸8块不可！你就这么肯定吗？不会是你们自己有什么纰漏吗？纰漏？干什么？想套我话是不是？丁爷，如果你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帮你把内鬼查出来。哎呀，我要是一五一十告诉你，我还怎么当老大呀？啊，弟兄们怎么看我？我理解。这样吧，我问问题，你只要摇头或者点头就行。抓到内鬼只能对你有好处，否则你将来就算出狱了，也还是要被人算计。这倒是。那好，你问，我倒是想听听，你到底能问出什么东西？侦缉队以前一直没有抓到鸦片船，是因为你们有特殊办法。据我所知，鸦片船每次停靠的码头都是你临时通知，而且变化不定，所以才不会被抓到，是吗？而你通知鸦片船靠岸的信息是通过发电报，对吗？你怎么知道的？我是猜的。你诈我。不过，算你说中了。说起来，那天也太怪了，我的船刚靠岸还不到1刻钟，哎，侦缉队就把我们包围了。就算有内鬼去通风报信吧，侦缉队的行动也太快了。丁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如果你能用电报通知鸦片船卸货的时间和地点，
那么船上的人也可以通过电报给侦缉队通风报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船上的电报员是我亲外甥，就算借他10个胆儿，他也不敢出卖我。依我看，你外甥不会是内鬼。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电报室的门却没有关好。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阿莲的影子。继续找。另外，有没有人知道胡志雄今天去那间酒楼干什么去了？有弟兄听他说过一句，他好像觉得阿莲最近很可疑，说是要去查一查。哦，这样。李约翰，你们这次缴获麒麟帮的鸦片船，是阿莲给你们提供的情报吧？怎么了？阿莲是通过船上的电台，给你们提供了鸦片船靠岸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你倒知道的很详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总探长吗？可是你不说，就严重影响了我的办案效率。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应该通力配合才对。通力配合？你不是很有本事吗？为什么不自己去查？我问你，阿莲去杏花村酒楼，是不是执行你们的任务？绝对不是。你满意了吗？他是在故意给咱们设置障碍，阿莲应该就是在为侦缉队做事。这次李约翰也许没有说谎，毕竟那么大一箱钱不是侦缉队的公用费用能拿得出来的。那会是谁呢？这里，这，这边还有这，还有这里。哎，老孔啊，少的那枚弹壳你找到了没有啊？嗨，我都找了大半天了，还是没找到。哎，对了，我跟你们俩说啊，刚才医院来电话说秀秀已经醒过来了，我看我呀还是先去给她录口供吧啊。哎，老孔，还是我去给他录口供吧，你去找那枚弹壳吧。哦，我说你怎么那么咄咄逼人呢？晚找一会儿怎么了？还能死人呢？切！你今天要是找不到，我就去跟头汇报。我说你，哎呀，行，小兔崽子，我算你狠啊，算你狠。我去找还不行吗？哼！小慧，我去医院了啊。哎，我跟你一块儿去。秀秀，不好意思啊，本来不该来打扰你的。没关系，韩飞哥，你救了我，我该谢谢你才对。快别这么说，其实我很内疚。没关系，韩飞哥，你千万别这么想。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秀秀，像你这么坚强的女孩子，还真是少见。不会吧，韩飞，你不是要录口供吗？秀秀很需要休息，有什么话就长话短说吧。哦，秀秀，我今天早上进酒楼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状况？可疑的状况？对，比如说那个拎皮箱的小伙子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啊？我想想啊，那个拎皮箱的小伙子，哦，他好像是11点钟左右进来的。先生，你想吃点什么？先不忙，等人来了再说。好的。这么说，阿莲在等什么人？可秀秀说那个人并没有来，阿莲大概等了1刻钟左右，我就进了酒楼，后来就发生了枪战。哥，你说阿莲等的这个人会不会是要和他做什么交易呀？有可能，否则阿莲没有理由带那么多钱去一个人员嘈杂的地方。可是，他们要做什么交易呢？这钱又是从哪儿来的？现在不好说，
不过我有种预感，这个案子的背后一定另有隐情。我们必须尽快抓住阿莲，去解开这个谜团。小心啊！哎，来，慢点啊！慢点，慢点。哎，好。来，走，来。好，走，稳一点，稳一点啊！轻点啊，轻点。来人呐！来人呐！快来人呐！别动，别动！哎呦，我的妈呀，钟头，你们怎么才来呀？看您老人家表演的挺投入啊，让你好好过过瘾。你们也太缺德了吧！走吧。你们凭什么抓我？啊？告诉你们，我可是西部侦缉队的线人。我劝你们现在就把我放了。你狂什么？你现在在巡捕房。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进来。行，你们不放我也可以，待会儿会有人把我保出去的。谁要保你出去？这个你别管，反正我什么都不会说。不说是吧？没关系。我现在就给麒麟帮打电话，告诉他们要找的内鬼在我这儿。哼，你唬谁呀？今天就算你们打死我也没有用。谁说要打死你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麒麟帮知道你是内鬼，他们会不会放过你妈妈？去年住在四马路的王德才一家人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吧？好，你要是再装哑巴，我就只好打电话了。别，等等，钟探长，我求求你，行好吧？那就跟我们好好合作。钟探长，求求你别问了，不是我不想说啊。那是什么？我是怕我说了，我妈一样会有危险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在威胁你？你放心，只要你如实交代情况，我一定会保护你们母子的安全。你真的保证啊？我保证。我好，我豁出去了。我问你，是谁在幕后指使你？他应该是你们巡捕房的人。他叫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以前我没见过他，但是他知道我是西部侦缉队的线人。他威胁我说，他交办的任务不许对任何人讲。要是我被抓了，他会保我出去的；要是我办砸了，他就要我家人好看。还记得他的长相吗？记得。韩飞，啊，叫小慧来，准备画疑犯肖像。好。这个人到底要你做什么？他让我到新华村酒楼和一个男人接头，
他说只要把1大箱钱交给对方，对方就会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和一小包样品。样品？什么样品？具体他也没说，他只是嘱咐让我当场检查，样品应该是白色的粉末。白色粉末？对。他还说让我亲口尝一下，如果是酸味才对。酸味的？对。头儿，李约翰带着侦缉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走，去看看。李团长，来喝杯茶。钟朗到底出不出来呀？嗨，您别急，他马上就出来。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他要是再不出来，我可要进去找他了。是。哎，你们不能进去！我不是说了吗？他马上。约翰。咱不是已经有言在先了吗？谁先抓到阿莲就算谁的。不错，咱们是有约定的。不过我这次来也是为了公务，现已查明阿莲涉嫌参与走私鸦片，所以我要提审这个犯人。对不起，除非有上司的命令，否则你无权审问我的犯人。你要命令是吧？等着。是你，钟朗，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好不好？人家审问一下怕什么？总探长，这个是我的案子。哎，什么你的案子，我的案子，都是军部房的案子。我命令你，让李探长审问阿莲。怎么样，钟探长？请配合一下吧。好，你请便。犯人在1号审讯室。我们走。哎，喝杯茶再去。哎呀，你，不好意思，来，韩飞，你怎么搞的？笨手笨脚的。来，起开！李探长，不好意思啊。哎呀，你这个样子审讯犯人不太合适吧？好，干得真漂亮。咱们走着瞧。海卫，真有你的啊！那是，治这假洋鬼子还不容易啊？阿莲啊，阿莲啊！死者眼球突出，瞳孔散大，两颊及耳轮呈鲜红色，颈部有散在出血点。呕吐物有苦杏仁味，说明是氰化物中毒。我还答应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钟朗，你不要太自责。我怎么能不自责？我真不该把他一个人留下。可谁能想到有人竟敢跑到巡捕房里来行凶啊？这种案子的背后一定很不简单。头儿，你看这个，凶手的脚印，太不完整了。这脚印上好像油腻腻的沾了什么东西。沈南，赶紧化验。有结果了，怎么样？脚印上所沾物质的成分很杂，包括动物脂肪、食用醋、茶水和人体的血红细胞。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谁跟谁都挨不上啊！不乱，一点都不乱。我怀疑这个凶手曾经到过杏花村酒楼。怎么讲？当时我记得酒楼在发生枪战的过程中，桌上的小笼包、还有茶水、醋碟，都打翻在地上。所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
不正好与凶手脚印上的物质吻合吗？这样看来，杀死阿莲的凶手在发生酒楼枪战的时候也在现场。韩飞，你好好回忆回忆，当时的酒楼里还有没有可疑的人？当时我站在这里，阿莲坐在这一排靠窗的桌子旁，胡志雄在房间的东南角，还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对了，还有一个客人坐在角落里看报纸。当时那个人就坐在这里，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枪战之后他在哪里？当时这里一片混乱，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哎呀，哎，等等，小慧，来帮个忙。你干嘛？哎呀，来，干嘛呀？嘘，别吵，我正在想。秀秀当时中枪了，倒在地上，我按住了他的伤口。这个时候，秀秀，秀秀，这个时候有个人。他急匆匆地从我背后走出去，那个人就应该是看报纸的那个人。这个人应该就是杀阿莲的凶手。当时他就坐在这儿，就是这里。原来在这儿啊！这话什么意思？没啥意思，还想瞒我？韩飞，你们怎么勘察现场的？其实我早就发现弹头和弹壳的数量对不上，弹壳有6枚，弹头却有7枚。我让老孔找，他一直拖拖拉拉的没找到。我说小兔崽子你，钟头，你看我真的把这边都翻遍了，我哪知道？还敢说？你这么说胡大爷，就等于是在帮助凶手，知道吗？发现这枚弹壳，就说明凶手曾在这个位置开过枪，罚你11个月班。韩飞，枪击现场的平面图画好了吗？画好了。头，你看，这里开过枪，还有这里。所以凶手就在这个地方。对。那么，凶手坐在这儿，阿莲在这儿，而秀秀的位置刚好在这儿。恰恰是在阿莲和凶手之间的这条直线上，这说明凶手当时是想趁乱打死阿莲，而秀秀在无意中挡了子弹。我们在枪战现场一共发现了7枚弹壳，3枚是阿莲发射的毛瑟枪弹壳，4枚是勃朗宁的弹壳，而胡志雄的这把勃朗宁手枪只打出过3发子弹，所以多出来的这枚勃朗宁手枪子弹正是从凶手的警用手枪里发射出来的。等一下，勃朗宁手枪在上海并非巡捕房独家专有，警用手枪的判断是不是还不能确定？能确定，勃朗宁手枪在上海虽然并不少见，但是该枪所使用的7.65毫米手枪子弹却产自很多国家，除比利时之外，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瑞典都有生产，但是因为警用手枪要求精度高，不能卡壳和瞎火，所以租界当局专门为巡捕房购置了一批比利时 FN 公司原厂的子弹，而这4枚子弹恰恰都吻合上了。老孔，我说的对不对？没错，我已经问过枪械库了，侦缉队所有警员的配枪都是勃朗宁。哥，你怀疑凶手是侦缉队的人，对不对？还只是推测。头，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不是李约翰带着人来闹事的话，咱们也不会离开审讯室啊！我看10有8九就是李约翰派人杀死了阿莲。先不忙下结论，关键的问题是，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会不会是侦缉队内部有人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阿莲只是一枚棋子，而下棋的人躲在幕后。我觉得凶手是等阿莲交易完之后杀人灭口，所以他才躲在暗中观察。而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在巡捕房作案，
一定是怕阿莲说出什么。阿莲说过，那个幕后人，只要他从来接头的人手里拿到一小包白色粉末的样品。白色粉末样品是什么样的？他说是一种尝起来带酸味的白色粉末。这条线索也许有用。好，我去查查这条线索。头儿，如果凶手基本锁定在侦缉队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排查一下？去，小子别多嘴。钟头，咱还是慎重一点吧。咱们可惹不起人家呀。老孔，你怎么总是胆小怕事的？我这怎么叫胆小怕事呢？啊，我可告诉你啊，咱们无凭无据的，这事情要是张扬出去，不好收拾啊。老孔说的对，我们是需要找一个稳妥的办法。我倒是有个办法。哦，进来。总探长，钟朗啊，你还敢来啊？你是怎么看管犯人的啊？巡捕房居然变成凶杀现场了，这个事情要传出去，不成人家笑柄啊？嗯，总探长，您先消消气，这个案子可能不是您想象的那么简单。能有多复杂？我怀疑，凶手恰恰是巡捕房内部的人。什么？我说钟朗，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呀。我是有根据的，您想想看，我们离开审讯室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一个外来杀手是不可能抓住这么短的机会，而且完全不惊动我们。这只是你的推测呀，是符合逻辑的推测。还有，在枪击现场，我们还找到了一枚出自凶手手枪的弹壳，是勃朗宁1900型警用手枪的弹壳。可就凭这个，也不能断定凶手就在巡捕房里呀。所以，我想进一步寻找证据，请您批准我对巡捕房展开调查。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就够头疼的了。你别再给我出难题了。总探长，如果凶手真的是在我们内部的话，危害不堪设想。要查也可以，必须秘密进行，不能对外声张，明白吗？好，其实于教授已经想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我们可以通过弹道试验查出凶枪在谁手里。哎，你等等，什么是弹道试验？弹道试验是国外最新采用的罪证鉴定方法，因为每一支枪的撞针和来福线痕迹就像人的指纹一样，都存在差别，所以通过弹道实验就可以确定与弹壳匹配的枪支。因此，把所有警员的配枪收回，逐一做弹道对比实验，就可以找到凶枪了。话虽然这样说呀，可是我总不能让所有人都把枪交上来吧？尤其是西部那边，根本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哎，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我们会打草惊蛇呀。总探长，总得想个办法把枪收上来啊！你说说看，弹道实验需要多长时间？每支枪大概5分钟。如果这样的话，我倒有个办法。举行射击比赛，怎么样，老朋友？你们西部和我们华部已经2年没有比试过了。你们的冠军头衔，我们可是要夺回来的啊！洪涛，你骨子里还是那么争强好胜啊！哎，不是我争强好胜，是我手下那帮年轻人按耐不住了，他们天天都在练呢。那我们就比试比试，你看什么时候？啊，择日子不如撞日子，咱们明天就比。哎，各位啊，请大家登个记，啊，把配枪存在这儿。为什么？哎呀，林探长，这是上边的规定啊，为了公平起见，今天统一使用比赛用枪。怎么那么多事儿？哎，李探长，既然是上峰的规定，咱们就配合一下。给，哎，谢了。
岳少，枪来了。成绩：殷华8环，史密斯8环，张玉柱7环，文森特9环，钟朗10环，李约翰10环。钟朗好枪法呀！啊，果然不负众望。洪涛，我看今天的冠军李约翰是志在必得。哎，老朋友，等着瞧吧，鹿刺石头还不晓得呢。啊！第2轮开始，请准备。 于教授，咱们得快点了。钟朗188环，李约翰186环。 目前第1名和第2名仅差2环，最后1轮，请准备。总探长，我可怎么回事啊？这还不明白吗？钟朗是故意拖时间呐！女士们、先生们，比赛结果是钟朗和李约翰以196环的相同成绩并列第1名。喂，不分高下，第1名哪有并列的？总探长，我要求接着比。洪涛，你看呢？照我说，既然是比赛，就应该分出胜负嘛。那好嘛，就加赛一场移动吧。李探长，咱们西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啊！看我的！李探长，没想到你的枪法这么好。哼，今天发挥的不好，我一向只打10环。别把话说得太满，输了多没面子。没自信的人才会这么想。决赛开始。怎么样？还是不匹配。这枚弹壳上应该有6个明显的右旋形凹槽才对，可是这几枚都没有。咱们得快点，比赛马上结束了。现在报告成绩：钟朗探长12发11中，李约翰探长12发全中，但是李约翰命中人质靶1个，扣除2分。我宣布，射击比赛冠军是钟朗探长。李探长，你虽败犹荣。别假惺惺的。
吉利！哎，中郎好样的啊！中郎，恭喜你，你的表现太出色了。李约翰输得不太服气。李探长不是输在枪法上，而是输在情绪上。钟探长枪法如神，以后我们还要再切磋切磋。好啊，随时奉陪。请。哎，好样的！哥，你真棒！盛南那边怎么样？不知道啊，他们还没有回来。哟，李探长，完事儿了。把我的枪给我。您的枪？快点，别磨磨蹭蹭的。啊，好。啊，给您。哎，别，您在这儿签个字啊。李探长，慢走啊。好了，检验完毕。哎，怎么样？所有探员的配枪我都已经验过了，可是都没有匹配上。哎，怎么搞的？难道凶手不是在巡捕房里？不可能啊，咱们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有的人可能有2把配枪。哎，头儿，让你说对了，咱们巡捕房规定，探长以上级别的人可以配2把枪来着。所以我们应该调查一下，在巡捕房里谁配有2把波浪宁手枪。哎，这事儿好办。管枪库的老周和我没得说，我俩都是票友，经常一块儿听戏。我去查查领枪登记就知道了。行，就交给你了。好嘞，记得不要对外声张。明白。盛南，白色粉末那边有没有查出什么线索？初步推断是某种药物的粉末，但是范围太广，目前还没有结论。不过我已经找了药理学方面的专家帮忙。哎，老周，抽烟。给，这是枪支登记簿。谢了啊。回头天蟾大舞台，我请你听戏啊。那好啊，下周3正好有周信芳的4进士啊。嘿，是吗？啊，好啊，周老板的戏好看。你听人家的唱腔，那叫苍劲挺拔。你再看看人家的动作，那身段，唐莽，烫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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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烫烫抬烫，甩袖，嗨，陡然，嗨，真是绝了！你还别说，学的真是那么回事啊。那是啊。哎呀，好了，我得办正事了啊，回头我再给你好好讲讲啊。哎，我说，你这到底是要查什么呀？我帮你查不就得了吗？哎，我们中头啊，不让说啊。哎呦，还跟我保起密来了，咱们老哥俩，至于的吗？哎，这倒也是啊。哎，那好，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哈。约翰哥，你们谁动过我的枪？没有啊，怎么了？肯定被人动过。我的枪一向都压着顶膛火，可现在没有。今天一定有人动过我的枪。怎么会呢？你不是一直带在身上吗？我看是在靶场的时候有人动过我的枪。那是不是华捕那边的人？他们动我的枪干什么？哎，阿莲被杀的案子，钟朗他们进展怎么样？据眼线说，他们最近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咱们也得抓紧查。先是胡志雄死了，接着又是阿莲。这案子很蹊跷。不过眼线还说，他们一直在拐弯抹角地问咱们侦缉队的事情。有这种事？姓钟的，李探长，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背后挖我们侦缉队的墙角？这话从何说起啊？我眼睛里可不揉沙子。你们是不是动过我的枪？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少装蒜！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们华捕吗？就是因为你们说一套做一套。喂，李约翰，有本事你就靶场上见呀，别仗着你们人多就欺负人好不好？欺负人？我还打人呢！
打我！欺负的人打我们华府了！快出来！中郎啊，中郎啊，你这是要造反呢你呀！总探长，是他们先动手，我是忍无可忍。我让你们忍了吗？从头到尾都是让你们不要去惹人家。红头，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当时你要在场，你也会受不了的。别说了，我宣布，你们两个停职1个月，扣薪3个月。这太不公平了吧？不公平，不公平！你给我走人！巡捕房的庙太小了，养不起你们两个大神仙。头儿，没法干了，我们是在办案子，干嘛受这份窝囊气啊？我们的任务是惩治罪犯，这点气就受不了了。怎么样？没事。喂，老孔，配枪的事情查清了没有？中头，我都查清楚了。巡捕房里一共有4个人，有2把配枪。咱们华府这边呢是红头，孙探长还有中头你，而且孙探长去外地出差，一直没回来啊。西部那边呢？西部那边领2把枪的只有1个人，就是李约翰。又是他。中郎，有消息了。啊？什么消息？我们已经把那些白色粉末的范围缩小到4种药物上面，其中包括维他命 C、阿司匹林和氨丙林。不过这3种药物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到，没有必要搞什么秘密交易，所以只有最后一种可能。什么？海洛因。海洛因是什么？是一种毒品的名字。毒品？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是这样的，鸦片中有效的毒品成分是吗啡，而海洛因则是吗啡2乙酰的衍生物，其成品就是这种略带酸味的白色粉末。作为一种新型的毒品，其毒性危害和上瘾程度比鸦片厉害10几倍。看来幕后黑手很可能是在干贩卖毒品的勾当。问题是，花那么大的价钱是为了买一包样品吗？也许幕后黑手他们买的不是样品，而买的是技术。怎么讲？海洛因是1874年被一名英国化学家发现的，最初只是用作镇痛药，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海洛因已经变成一种新型毒品，在海外流传开来。但是，掌握提炼技术的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而在中国会制造海洛因的人还很少。我怀疑那个来接头的人，恰恰是个掌握了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技术的人。盛楠，是不是不管谁手里有鸦片，只要找到这个懂技术的人，就能制造出海洛因？理论上讲是这样，不过需要大量鸦片生姜才能提纯出海洛因。这么说，他们手里必须掌握大量鸦片才行。是，可是谁会囤积这么多的鸦片呢？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以前黑道上囤积鸦片最多的是麒麟帮，但是自从损失了1船鸦片之后，麒麟帮已经快断货1个月了，其他帮会也是一样。哎，那谁手里还会有鸦片？这不明摆着吗？明摆着。啊，头儿，我明白了，你是说咱们巡捕房？就是因为这次的禁烟行动，大量的鸦片已经收缴到巡捕房的仓库了。那只潜藏在我们内部的黑手，很有可能就是想利用这批鸦片制造海洛因。一旦海洛因流入上海，后果不堪设想。咱们必须马上行动，首先把那个懂技术的人挖出来，斩断他与黑手之间的肮脏交易。我怀疑他是刚从英国或者日本回来的药剂师，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范围查起。好，我叫老孔配合你调查。韩飞，你和我到巡捕房仓库走一趟。好，走。这些都是收缴的麒麟帮的鸦片，一共87箱，都在这儿了。韩飞，清点一下。好。
头，87箱，一箱不少。来，打开看看。好。哎，头，看起来没问题啊。分量不对。啊？是鸦片啊？这不是鸦片，是益母膏。益母膏？那不是中药吗？董探长，这是入库单。缴获鸦片的日期是上个月11号，可是直到13号才入库，签字人是谁？在这儿呢。李约翰。老周，李探长，您来了。中老那边没有什么动静吗？啊，我正想跟您报告呢。刚才老孔来过了，查了领枪登记。他查领枪登记干什么？我听他说，杀死阿莲的凶手用的是一把警用勃朗宁手枪。怪不得他没有动过的枪。老孔还说，他们怀疑在西普内部领过2把勃朗宁手枪的人，就是杀死阿莲的凶手。谁有2把枪？说呀，李探长，只有您一个人。钟老，盛楠，你们有什么发现吗？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人，他叫徐元，是红华药厂的药剂师，今年32岁。半年前从日本回国之后到药厂工作，1个月前因为赌博打架被药厂开除了。药厂有个技师说，有一次徐元喝醉后，曾经吹嘘他在日本学过海洛因提取技术。人在哪里？离开药厂后他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喂，钟老，我太太说你有急事找我，什么事儿？总探长，我们有重大发现，侦缉队收缴麒麟帮的那一大批鸦片全是假的，可能已经被人调包了。而在入库登记上签字的人是李约翰，他目前是最大嫌疑人。我申请立刻审问李约翰。哎呀，审问西部方的探长可是大事，我不能擅自做决定。这样吧，我和皮埃尔总探长商量一下再说。总探长，怎么样？哎呀，急死人了！搞不好让他给跑了。我知道了。洪总探长，不管情况是否属实，我认为都应该先审问清楚。我知道你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心。李约翰出事了。什么事？钟朗怀疑李约翰把手脚的鸦片调包了，我想还是当面去和洪涛商量一下。谢谢。李探长，殷帮办，正好，我找你还有事。进来谈。约翰，你怎么来了？你知道你现在有麻烦了吗？总探长，我有件急事必须要告诉您。什么急事？我发现，在巡捕房内部，有人可能是杀死阿莲的凶手。有这种事？你有什么证据？当然有。我的眼线探听到，钟朗怀疑在西捕内部有2把配枪的人，就是杀死阿莲的凶手。有2把配枪的人？对。而我恰好是西捕内部唯一登记过2把配枪的人。这么说，岂不是对你很不利吗？问题是，虽然我的名下有2把手枪，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只用1把。那么另外1把枪在哪里？另外1把
在殷华手上。李探长，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总探长，几年前殷华曾经丢过一次枪，他当时还是一个小探员，怕受了责罚丢了饭碗，于是就跑来求我帮忙。我当时也没多想，就领了第2把枪给了他。我记得没错吧，殷帮办？我现在怀疑，这第2把枪就是杀死阿莲的凶器，而且我甚至怀疑，殷华当年是不是真的把枪给丢了？如果他在骗我，那么在西部内部有2把配枪的人，就是你殷华。李探长，你不要胡说。我胡说？阿莲死的那天，是你突然打电话告诉我，钟朗他们抓到了阿莲。当时我和你一起去巡捕房，可是你一转眼的功夫就没影了。后来你说上厕所了，我还信以为真。现在看来，你就是趁着我和钟朗吵闹的机会，杀了阿莲。你要拿出证据来。要证据很简单，你把那把枪交出来。如果你是清白的，敢不敢和我去巡捕房验枪？我？别动！果然是你，殷帮办。总探长，你为什么？孩子，殷华是在给我卖命，而你不是。你们谁都跑不了。这支枪你拿去，把那支凶枪放在他手里。你不是要你的枪吗？现在物归原主。子弹是从背后射入心脏，没有搏斗痕迹。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还想好好审审他呢。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显得不那么讨厌。当时他举着枪就朝总探长去了，我只能从背后开了枪，不然死的一定是总探长。总探长，对不起。要录口供嘛，最好明天先让我这个哀伤的老人独自待一会儿。皮尔先生，我们很抱歉。谢谢。哎，我能给那个拍张照片吗？可以，只要别弄坏它。啊。钟朗，你在想什么？我总觉得李约翰死得有些太突然了，心里有些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的？他无疑是本案的元凶。你看这里，这是我刚做出来的弹道试验，李约翰手里的枪和凶手的枪完全吻合。可是他这么一死，咱们的线索等于就断了，那些被调包的鸦片就很难追回来了。还有那个徐元，至今下落不明，万一他又要出卖海洛因技术怎么办？逃！来，现场照片都在这儿。这么快？那是啊，我熬了一夜才冲洗出来的，所以我想请半天假。秀秀今天出院，我送一下。干什么去？哎，对了，这事儿别让小慧知道啊，不然她又要误会了。知道了，去吧。韩非还真怕小慧啊。
不是怕，是太在意了。泽狂，怎么了？你来看，这里有问题。这个大衣上的血手印，这个血手印是李约翰右手的手印，对吧？对呀，这又怎么了？你再看这张照片，李约翰死的时候右手却握着手枪，他怎么可能用握着枪的手去抓皮埃尔的大衣呢？这说明手枪是在他死了之后有人强塞到他手里的。没错，这个血手印可能就是李探长在临死前给我们留下的线索。总探长，我怀疑皮埃尔和殷华串通一气杀害了李探长，而且皮埃尔极有可能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哎呀，这只能作为一种怀疑，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为什么？中郎啊，中郎，你不想一想，皮埃尔是什么人物？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头，除了督察长之外，他是2号人物啊！这么高层的官员，你们说动就能动得了吗？至于你们提供的证据，我看在法庭上也根本站不住脚，很容易就推翻了。我敢担保，那件大衣，皮埃尔早就把它给销毁了。至于那支枪，只要皮埃尔一口咬定那是李约翰自己的配枪，咱们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哼，到时候我们想打蛇，反被蛇咬了。可如果我们再拖下去，皮埃尔不就把所有证据都销毁了吗？哎呀，就算退1万步讲，一切证据确凿，皮埃尔大不了把殷华变成第2个李约翰，来个杀人灭口，死无对证。难道我们就这样让他们逍遥法外吗？哎，没办法，皮埃尔就像一只缩成一团的刺猬一样，让我们无处下嘴。除非我们在海洛因案子上有所突破。如果能抓到那个叫徐恩的家伙就好了。秀秀，小慧，你怎么来了？就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呀？偷偷摸摸的也不告诉我。哎呀，不是，我是怕。你怕什么呀？我有那么小气吗？我和秀秀现在是好朋友了，是吧，秀秀？是我的大记者，承蒙关照。啊，你们两个太让我意外了。哎，花不错，送给我的。不是。哦，这么眼力劲儿，你没看到已经有人送花了吗？啊，是谁送的？当然是亲密爱人了，每天都有19朵红玫瑰花，爱你到永远。小慧姐，你别瞎说，我根本就没答应他。有追求者的感觉也不错啊。秀秀，这位幸运的追求者他是谁啊？谁呀？他叫徐元，是个药剂师。什么？他叫什么？叫徐元啊。秀秀，徐元是不是刚从日本回来？是啊。那你赶快跟我说说他的情况。我说他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我们酒楼的一个常客，一来二去的我就跟他熟了，后来他就追求我。哦，对了，就是发生枪战那天，他也在酒楼。做我女朋友吧。我再考虑考虑。好的。哎，巡捕房的人来了。啊？哦，我还有事，先走了。难怪我没注意到他。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他是故意把交易地点选在熟悉的酒楼，看上去他是在跟你交谈，其实却在暗中观察。难怪阿莲没有和他接上头，原来他早早的就已经溜掉了。秀秀，你知道徐元住在哪里吗？他说他住在4平仓库。头儿，头儿，我们知道徐元的住址了。太好了，在哪儿？4平仓库。喂，总探长，我们找到了徐元的住址，就在4平仓库。现在只要抓住这个徐元，我们就等于抓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好极了，如果有徐元在我们手上，就有可能扳倒皮埃尔。
我们现在就去抓人。总探长，麻烦你去尽量稳住皮埃尔。好，马上出发。好。把所有的线索处理掉。是。再过2天，那批仓库里的假鸦片就会被工董局当众销毁，到时候咱们就一点痕迹都不留了。还不能这么说，那个徐远找到没有？还没有。上次在酒楼没和他接上头，这小子吓坏了，再也没敢和咱们联系。很好。尽快找到他，他对我们至关重要。很快，整个上海的毒品市场就可以被我们全盘控制了。喂，什么？好，知道了。密探已经到了徐源的住址。干得好，马上行动！快！好。来，探长，他们去哪儿啊？去什么四平仓库了？什么？糟糕！我不是许愿，你们抓错人了。就是他，走。头，是侦缉队的车，是皮埃尔的手下，整个侦缉队都烂透了。怎么办？这里根本没退路。先回屋里去。好，走。中郎，把徐源交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你。有本事进来拿！行，我们正好切磋切磋。上！怎么搞的？里面没有动静。啊！
中郎，投降吧，我们还可以合作。跟你们同流合污，没门儿！小心！你没事吧？小心！逃！你怎么样？我没事，子弹穿过肩胛骨，但是没有断。还说啥话？是的。各位好汉，你们终于穷途末路了。你这条毒蛇究竟害死了多少人？不，我从来不亲自动手。当然，李约翰是例外，都怪他逼我这样做，而你们今天还要逼我再破一次例。你都已经是总探长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年轻人，上海本来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当初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赚大钱，现在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你真的是撒旦心肠。骂得好，这是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生意了，老天爷也救不了你们。老朋友，中国有句老话，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现在就要倒掉这锅粥。我可是总探长。快去走！快点！过来！快点！
小慧，幸亏你及时把这篇报道刊登出来，要不然这个案子肯定会被工董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啊，必须要让民众知道真相，动员社会的力量，监督巡捕房，监督政府，否则同样的事件还要重演。走了一个皮埃尔，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现在上至法国领事，下至工董局和督察长，都不得不认真处理高官腐败的案件。而这次禁烟行动也会持续下去，不再是走走过场。真是没想到，巡捕房都成了黑暗腐败的温床。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啊？盛楠，你反过来想想，如果处处干净，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只要我们坚持到底，不言放弃，总有冲破黑幕、拨云见日的那一天。